我本是鬼灭世界中的一个普通少年，却因亲眼目睹母亲被恶鬼残忍杀害，盛怒之下直接觉醒通透世界，甚至和数百年前那位天生拥有通透世界和斑纹的剑士一样，我也被这一代的炎柱吸纳进了鬼杀队。就连无惨见到我额头上的斑纹，耳边也再次响起了那句熟悉的低语：你把生命当成什么了？当宝了哥，当宝了。此时我提着药刚走进熟悉的村庄，眼前的景象就让我瞬间僵住。只见熟悉的村民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只剩下了残缺的躯体。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一边不停的呢喃着母亲，一边疯了一样的朝家的方向跑。可刚跑到家门口，我就看到地上2道血痕延伸向远方，血痕尽头正是母亲残缺的尸体。这时一道身影从房屋中走了出来，借着月光我看清了他的模样，是个有着灰绿色皮肤，嘴角还沾着血迹的怪物。又多了一个人类，还是个孩子。小孩子的肉更好吃些，这老家伙的肉不好吃，但玩起来很有趣。把4肢一根根截断，看着他们从跑道跳最后再慢慢爬，那惊恐的样子太有意思了。说着他嘴角一咧，你眼前这个人类不一样，他坚持到了最后，虽然腿不能动，但求生欲却极强，临死前还嘟囔着什么，答应过小羊要好好活下去。此话一出，我的心脏猛地一抽。见状怪物的语气十分轻浮，这副表情真有趣。这个人类是你母亲吧？我要你死！我怒吼着挥拳砸向了怪物的面门，怪物抬手想挡，可我的拳头却停在了半空，接着抬脚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胸膛，下一秒他就飞了出去。对此怪物满脸的难以置信，区人类怎么可能击退我？说罢他飞速冲向我，抬手打来，可在我的视线里，他的肌肉纹理、血液流动、器官运作全都清晰可见。我直接侧身躲开，并顺手拿起了一旁的斧头砍向了他。怪物的胳膊当即被斩断。不可能，人类只是我们的食物，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没有回答，而是提着斧头再次冲向他，将他的另一条胳膊也斩断。失去双臂的怪物转头就往村外跑，但他还没跑出几步，就被我掷出的斧头穿透了身体。接着我缓缓向他逼近，捡起斧头斩下了他的双腿。下地狱去吧！说罢我直接砍下了他的头颅，随即沉默着走向了母亲。对不起，如果我能早一点回来，如果我没在买药的路上耽误时间，是不是你就不会出事了？我跪在地上不停地抽泣，而身后的怪物却重新接回了4肢，一边往村外跑一边大笑。还好这小子不知道鬼是不死之身，等我吃了更多的人类变强大，一定要把他折磨致死。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道人影，黄发红边的头发，身着火焰纹路羽织，正是炼狱杏寿郎。就是这只鬼吗？希望没有出现伤亡。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日轮刀，言之呼吸，一之形，不知火。话音落下，烈焰瞬间裹住了刀身，他也闪身出现在了怪物的身前。只见他日轮刀横斩，下一秒怪物就发出一声惨叫，化作了灰烬。随即他收刀入鞘，走到了我的身边。少年，先让他入土为安吧。闻言我强忍着悲痛，找了把锄头开始挖坑。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安葬好了母亲。我跪在坟前磕了3个头。见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坚强的活下去吧，少年。逝者已逝，生者更应坚强。我则抬头看向了他，你们是为了那只怪物过来的吗？那只怪物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袭击村庄？对此他愣了一下。袭击你们村庄的是鬼，是必须吃人才能存活的生物，他们以杀害人类为食。我则上下打量着他。那你呢？闻言杏寿郎解释了一番，我是鬼杀队的。鬼杀队是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目标是灭杀世间所有的鬼，不再出现因鬼产生的悲剧。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我沉默片刻后缓缓站起身，我能加入你们吗？此话一出，杏寿郎看着我额头上的红色斑纹，瞳孔微微颤抖。鬼杀队的队员大多都是被鬼残害的人，加入我们会随时面临死亡。鬼只有被特殊材质的刀斩首，或者被阳光紫藤花克制才能杀死。他们还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和各种术法，和鬼交战极度危险。你确定要加入吗？对此我的眼神十分坚定，确定，我要将这世上的所有鬼全部抹杀。好，来当我的继子吧，我会把你培养成出色的剑士。我立马改了称呼，是师傅。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此时杏寿郎刚向产屋夫药哉汇报完任务，也说了想收我为继子的事。产屋夫药哉则温和地看着他，辛苦你了，杏寿郎。既然你决定了，那孩子就由你来教导他。只是最终选拔还有7天开始，他可能赶不上了。确实，不过多修炼一段时间也好，我会好好教导他的。说罢，杏寿郎就行礼离开。很快我就跟着杏寿郎来到了训练场，只见场上有2个女孩子正在练剑，看到我们便停了下来。见状，杏寿郎带我上前打起了招呼，这是我新收的继子千叶阳，小阳，他是虫蛀蝴蝶忍，能开发针对鬼的毒药，实力极强，是值得尊敬的强者。闻言我微微躬身，虫蛀大人。对此蝴蝶忍温柔地笑了笑，炼狱先生过誉了，小阳不用这么恭敬，叫我忍姐姐就好。说着他看向了一旁的女孩，她是我的继子丽花落香奈乎。这时杏寿郎突然对香奈乎高声鼓励，香奈乎应该马上要参加最终选拔了吧，要加油啊。香奈乎只是笑了笑，便和蝴蝶忍离开了此处。我则一脸好奇地看着杏寿郎，炼狱老师，最终选拔是什么？最终选拔是成为鬼杀队队员的最后考核，在有鬼栖息的藤席山上撑过7天，通过就能获得日轮刀，成为正式剑士。不过这对你来说还太早，你要先得到我的认可，先来做200个俯卧撑。听到他的话，我当即应声，是炼狱老师。话音落下，我便趴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同时调整呼吸，嘴边呼出一道白红。杏寿郎走近观察，瞬间惊住，小杨，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呼吸法？此时我做完俯卧撑站起身，脸上却一滴汗都没有。我没有学过啊，老师还没教过我。不过你说的是我调整呼吸的方法吗？这是我5、6岁摸索出来的，调整呼吸能提升力气和耐力，难道这就是呼吸法吗？听到我的话，杏寿郎神色一愣，是的，这就是呼吸法，而且你已经达到了全集中呼吸长中的高阶境界。
这样吧，我直接把言之呼吸的剑技演示一遍，你试试用呼吸法发动。说着，他递过了2把竹刀，首先是言之呼吸，一之形，不知火，以火焰爆发的势头突击目标。信受狼一边说一边演示，在我的视线里，他发动招式时，肺部运动、血液流动以及肌肉收缩，全都一清二楚地呈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即，我双手握紧竹刀，摆出了和他一样的架势。言之呼吸，一之形，不知火。我高喊一声后，身体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出，下一秒和信受狼一模一样的火焰斩击便划过了空气。炼狱老师，我用的一之形正确吗？良久，信受狼才在震惊中缓缓回过神。小杨，你也去参加这次的最终选拔吧。炼狱老师刚刚不是说太早了吗？听到这话，信受狼一阵汗颜。我刚刚判断出错了，你在呼吸法上的造诣已经和我相当，甚至超过我。以你的天赋，通过最终选拔轻而易举。不过这几天你要休息剑技，开发适配自己呼吸法的剑技。我也会把言之呼吸的所有剑技交给你。听到这话，我重重的点了点头。是，我会努力的。接下来的6天里，我在信受狼的教导下，不仅开发出了适配自身的剑技，还学会了言之呼吸的所有剑技，包括奥义9之形炼狱。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最终选拔开始的日子。此时，我和香奈乎道别信受狼和蝴蝶忍后，便一同向藤崎山走去。路上，我转头看向了他，你好，我叫千叶阳，你是立花落吧？闻言，香奈乎朝我笑了笑，便又转头继续赶路。之后我们便再没交流，直到时间来到了晚上，我们才终于抵达了藤崎山。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挎刀的剑士，其中一个黄发少年瑟瑟发抖，看起来十分害怕。山顶平台前方的红色鸟居下，站着2个模样几乎相同的小孩，一个白发，一个黑发。片刻后，白发小孩率先打破了沉默，感谢各位今夜来参加鬼杀队的最终选拔。这藤崎山中关着活捉来的鬼，他们无法离开，因为山路到山腰常年绽放着鬼讨厌的紫藤花。这时黑发小孩接过了话茬，但在前方就不再有紫藤花，并且会有鬼出没，在这里活过7天，就是最终选拔合格的条件。接着2个小孩一同鞠躬，那么请一路走好。说完便让出了道路，剑士们陆续走进山里，我也跟着走了进去。但我的目标不是活过7天，而是将这里的鬼全部灭杀。进入藤崎山后没多久，我就遇到了第1只鬼，终于有人类进来了，我在这里都快要饿死了。话音落下，只见一只舌头极长的鬼流着口水从树后爬出，对此我则缓缓拔出了背后的日轮刀。你很想吃我吗？见状，长舌鬼发出了一声低吼，少废话，乖乖成为我的食物吧。说罢，他便猛地向我冲来，随即我侧身闪过，并一刀斩向了他的脖子。下一秒，他就瞬间化为了灰烬。好弱啊！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叫喊声，救命啊！我则立马循声跑去。而另一边的丛林中，黄发少年身后的一个灰皮鬼正对他穷追不舍，他则一边流泪一边全力逃跑。然而没跑多远，前方就又出现了另一只鬼，少年吓得立马转身向右跑，却没留意脚下的树根，被绊倒后当即滚了出去。2只鬼则趁机追上，此时我也及时赶到。就在我准备拔刀冲上去之时，一个严肃的声音突然响起：雷之呼吸，一之形。霹雳一闪，话音落下，一道黄色电光从我的眼前闪过，正是那个逃跑的黄发少年。只见他双眼紧闭，神情严肃，带着雷剑纹路的日轮刀瞬间划过了那2只鬼的脖颈，2颗脑袋当即滚落在地。片刻后，少年睁开眼，见我手握日轮刀，顿时一脸激动地看着我：是你杀了这2只鬼吗？但还不等我回答，他就立刻飞奔过来，抓着我的胳膊，让我跟着你吧，拜托一定要让我跟着，不然我会死在这里的，救我一命吧。闻言，我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明明是他自己杀的，却像完全不知道一样。这2只鬼是你自己杀的，跟我没关系，我不管，反正我要跟着你。对此我无奈地看了他一眼，随便你想跟就跟着吧。随即我没再多说，选定了一个方向开始找鬼。见状，少年连忙跟了上来，我叫我戚善义，你呢？千叶阳。接下来的一路上，他开始拉着我的衣袖喋喋不休，阳，有鬼出现的话你一定要保护我，我特别弱，随便1只鬼都能杀了我。刚开始我还会安慰他，后来干脆直接无视他。这时一名剑士神色慌张地从丛林中跑了出来，快闪开，竟然会出现吃掉了50个人的鬼，这种家伙靠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根本就是送死。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推开了我。听到这番话，善意的脸上瞬间露出了惊恐的神色，50个人，阳，我们还是离远点吧，根本打不过他，走吧。我留下2个字后便毫不犹豫地向剑士逃离的方向跑去，我就知道会这样，等等我啊，阳。善意最后还是咬牙跟了上来。穿过茂密的树木后，我们终于赶到了剑士逃离的地方，但映入眼帘的只有一只正在化为灰烬的绿色巨兽，还有一旁正在收刀入鞘的红发少年，看样子应该就是他斩杀了这只恶鬼。然而让我震惊的是，红发少年居然走过去握住了那只巨兽，同时闭上眼睛将额头抵在了手背上，像是在为这只鬼祈祷一般。喂，你这是在干嘛？同情鬼吗？见此场景，我顿时感到有些愤怒，这些鬼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这种邪恶的生物有什么值得同情的？红发少年听到我的声音后缓缓转过了头，这些鬼曾经也是人啊。对此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善，但是他们成为鬼之后手上沾满了鲜血，你刚刚同情的这只鬼也吃掉了不少无辜的人吧？我知道的，所以我在斩杀他的时候从来不会犹豫，但他们可能也不是自愿变成鬼，他们也是受害者。我在他身上闻到了悲伤的气味。红发少年的话并没有让我认同，我从信受狼那里已经知道，所有的鬼都是被一只叫做鬼舞尸无惨的鬼之始祖给制造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些鬼只要是吃了人，那就不再是无辜的，活该下地狱。可他也确实是斩杀了我，因此我也无法过多指责什么。这时单义见天边泛起了鱼肚白，连忙过来拉住了我，阳，我肚子好饿啊，我们去找点吃的吧。但还不等我回答，红发少年就从怀中拿出了几个烧饼并递了过来，那个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见状，单义立马接过了烧饼，真的吗？太谢谢你了。我叫我戚善义，他叫千叶阳，你叫什么名字？灶门炭治郎。说完，他也给我递过了一个烧饼。看着眼前微笑的少年，刚刚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真是个温柔的人啊。随即我们便坐在一起，一边吃烧饼一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友谊迅速升温。接下来的6天，我们一直一起行动。我发现善义的听觉和炭治郎的嗅觉都十分灵敏，在2人的帮助下，我猎鬼的速度也快了不少。不过炭治郎总会向鬼询问变回人的方
方法。尽管我对此心怀疑惑，但却并没有发问，或许他有自己的理由。在此期间，我们还救下了不少参加这次最终选拔的剑士，并且在第5天的时候，我就已经将这藤席山上的鬼全部清理干净。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最终选拔结束之日，我们3人结伴走出了藤席山的中央地带，再次回到平台时，只剩下了1多半的人。那2个小孩依旧站在鸟居前，欢迎各位回来，恭喜各位平安归来。组织会为各位准备队服，量完尺寸后将阶级绣在队服上，作为身份的标识。队内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阶级，现在各位都是最低的鬼级。这时一个机关头少年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那刀呢？闻言白发小孩则耐心地回答，组织会在今天让各位亲自挑选心仪的钢材，经过10到15天的锻造之后，各位专属的配刀就能打造完成了。另外，我们即刻就为各位安排你们的专属送鸭，用于之后传递任务消息。只见他的话音刚落，一群乌鸦就飞了下来，落在了各位剑士的胳膊上。只有单一一脸懵地看着手中的小麻雀，你说的是乌鸦吗？这分明是麻雀啊！黑发小孩则向剑士们解释了一番，送鸭主要是用来传递消息的乌鸦，不过偶尔也会出现麻雀等其他鸟类，同样可以传递消息。说着他指了指一旁的桌子，各位请从中挑选用来打造自身配刀的钢材吧。闻言我走到了桌子旁，只见上面放着形态各异的钢材，并且这些钢材的内部竟然蕴含着如太阳般的光芒，这就是炼狱老师所说的星星飞矿石了吧？长期在太阳的照射下，吸收了太阳的能量，所以才能对鬼产生克制作用。想到这里，我选了一块光芒最浓烈的矿石。没过一会儿，所有剑士就都挑选完毕，开始陆续离开这里。我有些不舍得看着单一和炭治郎，你们也要走了吗？对此炭治郎温柔地笑了笑，是啊，我要回到玲珑先生那里。单一也哭丧着脸，我也要回桑岛爷爷那里了。之后我肯定要独自去执行杀鬼的任务，我这么弱小，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要死了。那我们这次就是永别了。炭治郎则拍了拍单一的肩膀，一定不会的，单一你可是很强的。我也无奈地笑了笑，是啊，不要妄自菲薄啊，再见的时候我们要变得更强大。和2人道别后，我也赶回去和信受郎复命。他得知我通过了最终选拔，不仅专程带我去买了新衣服，还带我去了炼狱府邸做客，并把弟弟炼狱千寿郎介绍给我认识。我们打过招呼后，便一同走进了宅邸。这时一个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见状信受郎连忙恭敬的行礼，父亲大人。而炼狱颠寿郎则冷冷的嘲讽了一番，还在做什么愚蠢的杀鬼剑士吗？无聊透顶。说罢他忽然瞥见我额间的斑纹，顿时神色一正，就算出现斑纹又能怎么样？不过是徒劳无功，最后也只是个短命鬼。说完便摇摇晃晃的离开。这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并没有多问，而是担心的看向了信受郎，他则只是心疼的望着自己父亲远去的背影。留在炼狱家吃了午饭后，信受郎突然收到送鸭的任务，由于我的日轮刀还没打造好，只能独自返回队舍。然而我刚走到门口，一个戴斗笠面具的男人就找到了我，鄙人乃是断刀村刀匠铁丸山，奉命前来将日轮刀交与千叶阳先生。闻言我连忙躬身行礼，你好，我是剑士千叶阳，非常感谢铁丸山先生为我断刀。见状，铁丸山解下了背后的匣子，并将其缓缓打开，只见一把日轮刀赫然躺在里面。此刀采用星星飞沙铁与矿石锻造，经我10天10夜锤炼而成，内含太阳之力，是唯一能杀鬼的武器。我顿时眼前一亮，真是辛苦您了，感激不尽。听到这话，铁丸山突然激动的大喊，感激我就快把刀拔出来，让我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我吓得连忙拔出长刀，随着一声清脆的声响划过空气，刀刃竟一点点变成了漆黑。片刻后，整把刀通体如墨，是黑色啊，看起来还不错。然而这时铁丸山却突然扑上来敲我的头，谢罪，你必须谢罪。岩柱纪子的刀本该是红色，你的为什么是黑色？快谢罪！此时我连忙对着铁丸山解释了一番，可能因为我不只会研制呼吸。闻言，铁丸山不屑地嗤笑了一声，你难道还会其他呼吸法？别吹牛了，剑士最多只会一种，你少骗人。见状，我掰着手指认真地数了起来，我真的会4种：炎之呼吸、雷之呼吸、水之呼吸，还有我自己独创的日之呼吸。说到日之呼吸，它的名字是有来由的。当初炼狱老师演示完炎之呼吸后，我一遍就将其完美复刻。他大声地赞叹我做得极好，还提醒我该给自己的呼吸法取名。当时正是日出时分，我望着升起的太阳脱口而出，就叫日之呼吸。太阳是鬼的克星，我也要像太阳一样斩尽恶鬼。听到这番话，铁丸山当场愣住，片刻后他赌气地别过了头，谁管你的呼吸叫什么？不过你要好好珍惜这把刀，它是陪你战斗的兄弟，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存在。祝你成为优秀的剑士。铁丸山说完便转身离开，我则望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语，放心吧，我一定会的。说罢我起身向训练场走去。如今我已经拿到日轮刀，很快就要执行任务，我必须尽快变强，这样才能守护更多人。就在我路过蝶屋时，我突然看见一个浑身是伤的白发刺猬头男人走了进去。蝴蝶忍则笑着打了声招呼，不死川先生回来了，有什么事吗？闻言男人突然很腼腆，那个我想去看一下，你是想去探望姐姐吧？听到这话，男人点了点头，随即蝴蝶忍便带着他转身离开。见状我不禁喃喃自语了起来，刚刚那个人是谁呢？这时抱着被单出来的神奇葵对我解释了一番，和忍大人一起离开的是风主不死川世弥，他是很强的剑士。我点点头便继续朝训练场走去。然而刚到训练场，我就再次碰到了那个机关头少年，此时他正拿着日轮刀疯狂挥砍。我思考了片刻后主动走上前，你好，我叫千叶阳，既然我们都加入了鬼杀队，以后就是并肩作战的队友。闻言机关头愣了一下，继续低头练刀，我叫不死川玄弥，不死川玄弥，不死川世弥，你们名字这么像，不会是兄弟吧？此话一出，玄弥的日轮刀哐当掉在了地上，接着他猛地抓住我的肩膀大喊，你说什么？哥哥也在这里？他在哪里？我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他刚刚在重铸大人的蝶屋，
现在应该还在那里。话音落下，玄弥便立刻松开我，朝蝶屋飞奔而去。见状，我也跟了上去。很快，玄弥就跑到了蝶屋。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闻声，石弥先是惊讶地转过头，再看到玄弥后，便立刻恢复了冰冷的表情。你这种愚蠢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我弟弟，别留在鬼杀队，赶紧走！玄弥则激动得满脸是汗。哥哥，当年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找了你很多年。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石弥冷漠地打断。别再恬不知耻地叫我哥哥，我没有弟弟，你说的话我也不在意，滚吧！说完，石弥便转身离开。玄弥则僵在原地，泪水忍不住地滑落。见状，我上前拍了拍玄弥的肩膀，没事吧？谢谢你。玄弥情绪慢慢平复后，主动说起了自己的往事。我和哥哥有7个兄弟姐妹，父亲是毒打骂家人，后来父亲被仇人杀死，哥哥说以后由他来保护大家。可原本平静的生活，却在一夜之间彻底毁灭。那天夜里，妈妈没有回家，哥哥出去寻找，我让弟弟妹妹先睡觉。就在这时，房门却突然被敲响，弟弟妹妹以为是妈妈回来了，立刻打开了门。只见一道黑影迅速冲进了屋子，瞬间杀死了开门的几个弟弟妹妹。这时哥哥也冲了进来，并抱着那道黑影冲出了房间，同时让我快逃。我回过神时，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能行动的人。看着重伤的弟弟，我出门想找医生，却在路上遇到拿着菜刀的哥哥，还有倒在血泊中的妈妈。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立刻对着哥哥大喊：你为什么要杀死妈妈？哥哥什么也没说，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就转身默默离开。当太阳升起，妈妈的尸体化为灰烬时，我才渐渐明白，袭击我们的黑影就是变成鬼的妈妈。哥哥为了保护我们，在拂晓与变成鬼的母亲以命相搏，他亲手杀死了最爱的妈妈。精神崩溃的时候，却被自己拼死保护的弟弟大骂杀人犯，那种痛苦我根本无法想象，都怪我愚蠢无知，才让哥哥独自背负一切。哥哥一定非常恨我，所以才不愿意认我。听到这里，我认真的打断了玄弥的话，不对，绝对不是这样。如果哥哥真的那么温柔，他一定理解你当时的无知，他不认你一定另有原因，或许他是想让你远离危险。石弥先生施主，面对的都是恶鬼，他承认你就会把你卷入危险，他一直让你离开鬼杀队，就是怕你遇到危险。此话一出，玄弥瞬间激动了起来，真的是这样吗？哥哥没有怪我吗？对此我轻轻的笑了笑，当然是真的，他只是不想让你受伤，只要你能变强让他放心，他就会再次承认你。听到这话，玄弥若有所思的呢喃了起来，没错，我要变强让哥哥认可我，如果能成为柱，就能经常陪在哥哥身边，既然要变强，就要找最强大的老师。说着，玄弥看向了我，你知道鬼杀队最强的人是谁吗？闻言，我伸手指向了一个方向，炼狱老师曾经告诉过我，鬼杀队最强的是岩柱悲鸣与行明先生，他就住在那边的山里，不知道现在是否在执行任务。好，我现在就去找悲鸣与先生拜师，今天谢谢你了。说罢，玄弥立刻站起身，朝着我指的方向跑去。看着玄弥远去的背影，我轻叹了一口气，果然是兄弟，性格都一模一样。就在这时，宋丫的叫声突然响起，南南西，西南边有鬼的踪迹，千叶阳，跑起来！见状，我当即握紧了日轮刀，第一次任务终于来了。此时我按照宋丫的指示，来到了城镇外的一片森林，想要找到鬼的踪迹，最好还是向当地居民打听。宋丫只能指出大致方向，具体位置还需要亲自探查。正当我打算进入城镇时，一道呼喊声突然传了过来，小莹！我立刻循声找去，很快就看到一个16、17岁的少年朝我冲来。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妹妹？一个10岁的小女孩，头上戴着樱花发饰。闻言，我摇了摇头，没有。请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妹妹失踪了。3天前傍晚，她和朋友来这里玩捉鬼游戏，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和朋友们全都不见踪影了。警察搜查了2天，发现一些血迹，就断定孩子们是被野兽吃掉，不再继续调查了。可是我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从来没有见过野兽，小莹一定还活着，我要把她找回来。就在这时，一阵灼烧的声音突然响起，我猛地转头看去，只见一棵大树的树干被腐蚀出了一个大洞，并且洞口还在不断扩大。借着月光，我看到一枚樱花发饰静静地躺在树洞内，同时微弱的声音也从里面传了出来，好想吃。这一幕直接让少年当场愣住，怎么回事？小莹，是你吧？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然而少年的话还没说完，那小鬼就猛地伸手抓向了他的脖颈，我则立刻闪身挡在了中间，接着一把抱起少年退到了安全地带。原来是躲在树干之中，之前失踪的孩子们应该都是被你残害的吧？腐蚀鬼见到手的猎物被救走，顿时发出愤怒的嘶吼。血鬼术，血石！我盯着眼前的鬼，他的动作全部被我看穿，随即我直接拔出了日轮刀。你可以下地狱了！日之呼吸，2之行，3升天。话音落下，我瞬间挥出了3道火焰斩击。这时少年突然大喊着扑了过来，不要！我来不及防备，攻击也因此出现了偏差。只见3道斩击，一道擦着腐蚀鬼的头发飞过，另外2道则斩断了他的双臂。腐蚀鬼当即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少年也死死地抱住我的身体大喊，她是我的妹妹，不要伤害她。我这才看清那只鬼的头上戴着的樱花发饰与少年描述的妹妹完全吻合。面对少年的苦苦哀求，我顿时陷入了犹豫。炭治郎的话在我的脑中响起，鬼曾经也是人啊，也曾拥有所爱与被爱的时光。可信受郎的话语也同时响起，鬼是必须依靠吃人存活的怪物，一旦变成鬼，就注定会不断残害人类。是的，就算曾经是人，现在也已是吃人的恶鬼。眼前的少年就是他最优先的猎物。想到这里，我一把甩开了少年。日之呼吸，1之行，赤霞。话音落下，一道火焰就精准地斩断了腐蚀鬼的脖颈。见此场景，少年不顾一切冲向了腐蚀鬼的尸体。别过去，他身上的腐蚀性会杀死你。说着，我伸手去拉，却只抓住了他的外衣。然而少年竟挣脱外衣，直接扑在了腐蚀鬼的身上。别怕，小莹，哥哥会陪着你。说罢，少年的身体就跟腐蚀鬼一同化为了飞灰。这时宋丫的声音再次响起，北边有鬼杀队剑士与鬼交战，已有剑士阵亡，立刻前去支援。我没有时间沉浸悲伤，默默祈祷后立刻向北赶去。我知道斩杀恶鬼没有错，可一想到为此赴死的少年，心中就难以释怀，仿佛是我亲手杀死了他。原来鬼杀队的大家一直背负着这样的痛苦。很快，一座小山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同时一道嚣张的笑声也从前方传了过来。你们猎鬼人都这么弱吗？看见
见我眼里的数字还敢动手，老子可是12鬼月下弦之二。听着前方不断传来的惨叫，我毫不犹豫地循声冲去。片刻后，只见一只鬼正掐着剑士的脖子狂笑，正是下弦之二露露。被掐住的剑士则艰难地呢喃着：“住，会杀了你。”闻言，露露却一脸的不屑：“如果你说的住敢来，就让他来试试。”话音落下，剑士的身体开始诡异地扭曲了起来，剧烈的痛苦让剑士发出了惨叫。见状，我飞速冲到露露的身前，并一刀斩断了她的手臂。随即，露露冷笑了一声：“你以为这样就能救走他了吗？真是可惜，他已经断气了。你也是猎鬼者吧？你应该清楚我眼中数字的意义。我的实力不是你这种小喽啰能抗衡的。不如我们做个交易，你帮我找来更多的人类当食物，我就放过你，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他，而是一步步朝他走去。为何要践踏生命？生命会老去，会受伤，会消逝，活着本就不易，为何要轻易夺走别人的生命？对此，露露则一脸的不在意。这关我什么事？我们鬼杀害人类，本就是天经地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就突然僵在了原地。看到我额头上的火焰斑纹后，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瞬间在他的脑海中炸开。画面中出现一个与我极为相似的男人，额头上同样有火焰斑纹，一身红衣立于月光之下。露露顿时明白那是无惨大人的记忆。这时我的声音再次响起：“你曾经也是人吧？为何要残害人类？”说罢，我手中漆黑的日轮刀缓缓转为了赤红。见状，露露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了起来，惊慌失措的她当即挥拳朝我冲来。然而下一秒，她的四肢就被我瞬间斩断。露露惨叫着倒在地上，我则手持赤红日轮刀走到了她的面前。生命在你们眼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把生命当成什么了？随着两道声音重叠响起，我的身影也与她记忆中的身影彻底重合。露露看着那把与她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长刀，恐惧达到了顶点。不可能，我怎么会害怕一个人类？无惨大人又怎么会害怕人类？这一定是假的，人类不过是弱小的生物，根本不可能战胜我们。随即我走到了她面前，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鬼武师无惨在哪里？此话一出，露露顿时瞳孔骤缩。下弦的更替极为频繁，一部分死于鬼杀队之手，但更多的是死于无惨的喜怒无常。他亲眼见过一名下弦只因说错一句话就被无惨瞬间抹杀，绝对不能说，就算死在我的手里，也不能泄露无惨的信息，否则一定会死得更惨。想到这里，露露疯了般的往后挪。我不知道是无惨将你变成鬼的吧？作为他直属部下的12鬼月，你会对他一无所知吗？面对我的质问，露露依旧拼命摇头。我不禁在心中暗自失望，看来鬼武师无惨对鬼的掌控力极强，想要找到他怕是还要费一番功夫。随即我不再浪费时间，当即举起了赤红的日轮刀。既然如此，你就下地狱为你所做的一切赎罪吧。说罢，我一刀斩下了他的头颅。露露则眼中满是不甘的大喊：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吞噬了足够多的人类，该死，好不容易成为了下弦，竟然会死在你这样的小鬼手里，真是不甘心啊！话音落下，他也彻底消散。随后我缓缓走到了那名死去的剑士身边，请安息吧。这时信兽狼的话语再次浮现在我的耳边：小杨，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比别人强大吗？是为了帮助弱小。越是天赋异禀超越常人者，必须为了世界，为了他人使用这份力量。你的天赋很强，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强。正因如此，你更要严格的约束自己。上天赐予的天赋是用来守护的，而不是用来毁灭的，明白吗？想到这里，自责与愧疚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对不起，老师，我没能做到。就在这时，得知消息的引队员赶到了现场。千叶阳大人，主公已经得知您独自斩杀了12鬼月的事，您的阶级现已晋升为柱，主公召集您返回总部参加祝贺会议。我轻轻点头表示知晓，可我的心里却没有半分喜悦。接连发生的惨剧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亲手斩杀了变成鬼的少女，却让她的哥哥一同赴死；我独自斩杀了12鬼月，却只能看着同伴的尸体无能为力。这些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盘旋，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我协助引队员处理完现场后，才转身朝着鬼杀队总部赶去。我一边赶路，一边在心里忍不住期待，这次祝贺会议，炼狱老师应该也会回来吧。很快我便抵达了总部的庭院，也终于看到了信兽狼的身影。我立刻快步跑到了他的面前。老师，信兽狼则十分欣慰地看着我。我听说你亲手斩杀了下弦之二，你做得非常出色。从今往后，你也是筑级剑士了，不必再叫我老师。闻言，我坚定地摇了摇头，不是您带我进入鬼杀队，将所有本领毫无保留地交给我，无论我变成什么身份，您永远是我的老师。信兽狼满意地笑了笑，随即开始向我介绍在场的每一位主。当所有人全部集结完毕后，两道稚嫩的声音缓缓响起：主公大人驾到。下一秒，只见两位白发孩童搀扶着一位长发男子从屋内走出。那名男子正是鬼杀队的主攻产巫夫耀哉。他虽上半张脸留有伤痕，可气质却温和如神佛。你们来了，我可爱的孩子们，能够在没有任何人减损的情况下齐聚，我由衷的感到高兴。闻言，在场所有主同时单膝跪地，我也立刻跟着跪下。这时风柱恭敬的开口问候：主公大人身体安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产巫夫耀哉微笑着向他道谢，随后缓缓看向了众人。这次提前召开祝贺会议，是因为鬼杀队迎来了第10位主。鬼杀队历来只有9位主，成为柱的条件极为苛刻。可千叶阳入队不久，就斩杀了12鬼月中的下弦之二，达成了成为柱的条件，打破了长久以来9位柱的惯例。这对我们整个鬼杀队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在了我的身上。产巫夫耀哉也看向了我。柱的名号通常以自身呼吸法命名。阳，你想好自己的称号了吗？闻言，我思索片刻后认真回答：多谢主公厚爱，我所使用的是日之呼吸，便以阳柱作为称号吧。闻言，产巫夫耀哉点了点头，接着公布了真正的会议重点。阳的身上有着特殊的斑纹，那是战国时代使用起始呼吸的剑士才会出现的印记。当年那些剑士险些彻底斩杀鬼武师无惨，斑纹剑士出现的地方会引发共鸣，从而陆续出现更多的斑纹剑士。阳就是这个时代第一位斑纹持有者，可斑纹的传承早已残缺不全，如今只留下一段记载。说着，产巫夫耀哉对我微微躬身，麻烦你将斑纹出现的条件告诉大家。听到这话，我一脸迷茫的摇了摇头，对不起，主公大人，我额头上的斑纹是天生的，我并不知道唤醒它的条件。对此，产巫夫耀哉则温柔的笑了笑，不必道歉，这本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力量。起始呼
呼吸又被称为日之呼吸，你自创的呼吸法也叫日之呼吸，又拥有传说中的斑纹，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是终结鬼55惨的预兆。此话一出，所有柱立刻气势振奋的齐声回应。是，会议也正式开始，我们进入屋内交换情报。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产无夫要在微笑着宣布暂时解散，让大家稍作休息。蜜梨兴奋地提议一起聚餐，其他柱都跟着纷纷附和，只有富冈义勇独自转身离开。对此，小巴内忍不住抱怨，真是让人讨厌的家伙，整天摆着一副不幸的表情。随后我们便一起朝食堂走去。吃完饭后，我本想去训练场练剑，可刚走出食堂就被独自坐在台阶上的富冈义勇叫住：“你见到炭治郎了吗？”闻言我瞬间愣住，富冈先生竟然主动和我说话了吗？此时我走到了富冈义勇身边。是的，富冈先生，炭治郎是我最终选拔的朋友，他也使用水之呼吸。不过你为什么孤零零的在这，不和大家一起吃饭呢？我没有孤零零。对此我尴尬的笑了笑。你应该多和大家交流的，总是独自待着，会被大家讨厌的。此话一出，富冈义勇猛地转头，我没有被讨厌。闻言我顿时语塞，只好聊回了炭治郎。你也认识灶门炭治郎吗？富冈义勇轻轻点了点头，是我介绍他去找玲珑先生。冬天执行任务时，我遇见他的家人被鬼杀害，我就让他去找了玲珑先生。说着，富冈义勇突然站起身，走吧，下午的会议该开始了。见状，我忍不住在心里暗自吐槽，还真是个奇怪的人啊。不过他居然跟我说了这么多话，这种感觉好奇妙啊。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祝贺会议也走到了尾声。此时产无夫耀哉正微笑着看向了众人，这次会议到此结束，辛苦大家前来参与，你们提出的问题与方案我会逐步落实，最后愿你们永远平安，大家各自回去吧。说着他转头看向了我，杨，你留下，我有话对你说。其他柱齐声应下后便转身离开，我也走到了产无夫耀哉的面前。主公是有什么事吗？闻言他的声音十分温柔，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了，有任何烦恼与痛苦你都可以向我倾诉，憋在心里只会越来越难受。每个鬼杀队队员心中都藏着太多伤痛，你们都是善良温柔的孩子，也正因如此才更容易被他人的悲伤触动，而那些遗憾也会让你们不断的自责。你和杏寿郎一样，总喜欢为他人着想。任务的经过我已经从宋丫那里知晓，你的心里一定很难受吧？产无夫耀哉的话句句说中我的心事。沉默良久，我终于问出了让我痛苦已久的问题：主公大人，那个少年是因我而死的吗？是我杀了他吗？像我这样的人，真的能像炼狱老师一样守护别人吗？产无夫耀哉温柔地摸了摸我的斩杀食人的恶鬼本就是在保护他人，这一点你早已做到。人类在变成鬼后，很难保留原本的意识。至于那对兄妹，从吃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你斩杀恶鬼没有任何过错，所有惨剧都是鬼55惨一手造成的。时常反省自己并非坏事，但今后别再苛责自己。听到这话，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我明白了，多谢主公费心，我一定会努力变强，斩杀鬼55惨的。说罢，我便转身离开了宅邸。会议结束后，暂时没有任务的柱依旧留在总部训练，有继子的柱也趁此机会教导弟子。我也打算去训练场继续训练。然而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突然找到了我。铁丸山先生，你怎么会来这里？面对我的疑问，铁丸山则双手抱胸，你还好意思问？真不知道你这么笨的人是怎么当上柱的。我来当然是为了给你的日轮刀刻上柱专属的恶鬼灭杀4个字，顺便看看你有没有好好对待我打造的刀。原来如此，辛苦您了。说着我把日轮刀递了过去。对了，我记得你之前说作为岩柱的继子，日轮刀该是红色的，我发现我在战斗时这把刀会变成红色，你要看看吗？此话一出，铁丸山当即激动地把我拉到了训练场，快点快点，给我看看。在他不停的催促下，我连忙深吸一口气，口中呼出白红，同时紧紧握住了日轮刀。下一秒，漆黑的刀身便缓缓泛起了赤色，很快整把刀都变成了鲜艳的红色。见此，铁丸山当场愣在了原地。鹤刀，真的是鹤刀，记载是真的。随即他严肃地看向了我，谢谢你让我亲眼见到鹤刀。大多数刀匠都希望日轮刀能变成红色，这是因为刀匠村古籍记载，名为鹤刀的赤色之刃能抑制恶鬼再生。我们耗费心血锻造日轮刀，就是为了让你们斩杀恶鬼，守护人类。恶鬼最麻烦的能力就是无限再生，而鹤刀能让他们无法再生。刀匠们都想造出这种武器，可古籍只有这一句记载，没人知道锻造方法。长时间尝试无果后，有人猜测鹤刀就是变红的日轮刀，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见我一脸疑惑，铁丸山终于把缘由全部讲清。岩之呼吸剑是可以让日轮刀变红，却不具备抑制再生的能力。可就在刚刚，我看到你把黑刀变红，我确定这就是古籍中的鹤刀。变红并非依靠呼吸法，而是持有者激发了刀里的太阳之力。锻造日轮刀的星星飞沙铁和矿石能吸收阳光，所以日轮刀能伤害恶鬼。鹤刀就是彻底激发这份力量才会变成赤色。铁丸山的分析让我惊叹不已，也让我想起了战斗时的细节。我在对阵下弦二路卢时，他被斩断的四肢确实没有再生，可我虽然能让刀变鹤刀，却像呼吸和走路一样自然，根本不知道原理。如果我能弄清变红的方法，鬼杀队剑士是不是就能变得更强呢？就在我思考之际，铁丸山已经在日轮刀上刻好了字。跟他分开后，我便开始研究鹤刀的触发机制。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周后，经过我不懈的尝试，我终于在弄清原理后找到了产无夫耀哉。主公大人，您知道鹤刀吗？闻言，产无夫耀哉淡淡反问：鹤刀是能抑制恶鬼再生的赤色之刃吗？没错，为我断刀的铁丸山先生说，鹤刀是日轮刀的变化形态。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让日轮刀变鹤刀的方法。听到这话，产无夫耀哉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你真的确定鹤刀能抑制再生吗？对此，我则重重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其他柱尚未离开，我现在召集大家，先让柱尝试，成功后再传给所有剑士。
此时在产巫夫药灾的安排下，9位柱很快集结完毕。他向所有柱解释了一番后，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对此我则开门见山，让日轮刀变成鹤刀的关键在于握力，强大的握力能激发刀中的太阳之力，让刀身温度急剧升高，从而获得意志再生的能力。说着，我拿出了日轮刀，双手握住刀柄竖在身前，随后我加大握力，只见日轮刀转眼间就从黑刀变成了赤红之刃。见状，雨水天元忍不住赞叹：“真是华丽啊！不过让刀变成这样，真的能意志再生吗？”闻言，产巫夫药灾淡淡补充：“我已从宋压处确认，鹤刀确实能意志再生。”听到这话，不死川市迷顿时充满了干劲。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会尽快尝试获得这一能力的。还有上次所说的斑纹，既然千叶的斑纹是天生的，那我就自己觉醒斑纹，之后再把斑纹觉醒的方法告诉你们吧。这时产巫夫药灾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关于斑纹，我上次遗漏了一件事，现在告诉大家，拥有斑纹的剑士无疑能活过25岁。我看着产巫夫药灾的神情，知道这并非遗漏。他之所以上次没有说，是担心我刚入队无法承受，但在与我交谈后，他发现我心性坚定，这才选择说出真相。不过这也让我彻底明白，原来信受狼父亲口中的短命鬼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时大家都眼中满是同情的看向我，见状我则一脸坚定，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在25岁前把所有恶鬼全部斩杀了。此话一出，不死川市迷连忙表示赞同，说得好，这句话很合我胃口，只要能消灭恶鬼，短命又何妨？雨水天元也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是啊，真期待我的斑纹啊，到时候一定会让我更加华丽的。就在这时，一只宋鸦飞到了产巫夫药灾的面前，他取下信件查阅一番后，抬头看向了我们。内田蜘蛛山出现12鬼月，已有多名队员牺牲，义勇忍，你们2人前往支援，杨也一起去，正好再次检验一下鹤刀的事。我们3人齐声领命后便立刻出发。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我本以为和富冈义勇的关系近了些，可发现依旧很难跟他交流。然而蝴蝶忍却一直主动跟他搭话，要是人和鬼能和平相处就好了。富冈先生觉得呢？只要鬼还吃人的话，行不通的。见状，蝴蝶忍又看向了我，小杨觉得呢？我的想法和富冈先生一样，只要鬼还吃人，人与鬼就不可能和平共处。他们曾经是人，可从吃人的那一刻起，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只有斩杀他们，才能告慰亡魂。听到我的话，蝴蝶忍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样啊，不过小杨的意思是，没吃过人的鬼就可以被宽恕吗？对此我认真思考一番后给出了答案。如果真有不吃人的鬼，我认为可以在监管下存活，并尝试寻找变回人类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就在他原本的人类寿命终结时让他解脱。永久的生命违背天地规则，本就不该存在。不吃人的鬼应该还保留着人类的思想，看着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去，人类的意志又能坚持多久？永久的生命对他而言只是一种诅咒。我的话让蝴蝶忍陷入了沉思，没想到你想得这么深，这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富冈先生觉得呢？对此富冈义勇淡淡应了一声，之后我们便不再说话。很快内田蜘蛛山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决定分头行动后，我便朝着山中心前进。然而走了没多久，一道雷鸣突然响起，我抬头望去，只见一道黄色身影在空中闪过，旁边还有一颗鬼的头颅一同落下。我当即认出那是善意，立刻改变方向冲了过去。当我赶到的时候，善意已经身中剧毒躺在屋顶。我看着意识模糊的善意，着急的大喊：“善意，坚持住，我带你去找医生。”只见善意轻声呢喃了起来：“杨，是你吗？我还在做梦吗？看来我真的不行了。”眼见善意的眼睛正缓缓闭上，我连忙将他抱起来，朝着蝴蝶忍的方向跑去。善意，不要放弃。恍惚中，善意似乎听到了桑岛慈五郎的声音，过去被爷爷教导的场景也同样浮现在他的脑海。善意重新睁开了泪眼，开始用呼吸法压制毒素。这时我也找到了蝴蝶忍，忍姐姐，麻烦你救救他。闻言，蝴蝶忍冷静地看向我：“小杨，别着急，他看起来是中毒了，先把他放下。”我连忙一言放下善意，蝴蝶忍则俯身检查一番后拿出了药剂瓶，还好这种毒不难解，而且他还用了呼吸法压制，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很快，蝴蝶忍就将调配出的解药注射进了善意的体内。好了，他已经脱离危险，休养一段时间就会痊愈。听到这话，我看向了善意，发现他脸上的毒斑已经渐渐消退，这才松了一口气。多谢忍姐姐。片刻后，善意终于清醒，他睁开眼看见我，当即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杨，真的是你，我还以为在做梦。刚才那只蜘蛛好可怕，炭治郎和伊之助还丢下我一直找不到他们。更可气的是，那么危险，他还把祢豆子带走了。见状，我无奈的点头应付：“是，没事了。”随即我看向蝴蝶忍，指了指来的方向。对了，忍姐姐，前面不远处还有好多人也中了毒，请你也去救救他们吧。蝴蝶忍点头应下后，便朝着我指的方向跑去。这时引队员也及时赶到，我将善意留在原地由他们照看，随后继续朝着山中心前进。不知道义勇先生有没有遇到12鬼月？善意说炭治郎也在这里，希望他不要出事。就在我担忧之际，我突然感觉自己似乎路过了什么东西，我停下脚步并后退了2步。一个被绑在树上的野猪头少年映入了我的眼，这是人是猪啊？在通透世界下，我突然想起在进行最终试炼的时候好像见过他，不过当时他大喊着猪突猛进跑得飞快，导致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随即我上前解开绳子，并把野猪头少年扛到了最近的引队员处，便继续朝着山中心前进。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蝴蝶忍正将一只白发蜘蛛女鬼按在身下，眼看他就要动手，我的大脑飞速运转了起来。进入蜘蛛山后，我一直没遇到活鬼，义勇那边也没动静，我猜测他可能已经斩杀了12鬼月，这只鬼或许是最后一只，要是被忍姐姐杀了，我就没机会验证鹤刀了。想到这里，我当即叫住了他：“忍姐姐，让我来检验一下鹤刀的能力吧。”
吧。闻言，蝴蝶忍对我笑了笑，检验完记得杀了他哦。我点头应下后，走到了女鬼的身前，手中日轮刀渐渐变为赤红。我没有多余的动作，直接斩断了她的2条胳膊。女鬼当场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可当她想要尝试再生手臂逃跑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施展再生能力。看来鹤刀确实能抑制鬼的再生。好了，你可以下地狱为你杀过的人赎罪了。说罢，不等他开口求饶，我的日轮刀便划过了他的脖颈。接着我收刀入鞘，却发现蝴蝶人已经离开。随即我便起身朝着义勇的方向跑去。当我终于看到义勇的身影时，眼前的场景却让我不敢上前。只见蝴蝶忍被他夹在肋下。富冈先生，你在听吗？我的攻击是正当杀鬼，不算违反队律，可你这是妨碍杀鬼，违反队律了。你到底想做什么？蝴蝶人保持着微笑，额头上却绷起青筋，明显已经怒火中烧。还是说点什么吧，这是最后通牒，起码告诉我理由。这时被追问的义勇终于决定说点什么，那大概是2年前的事。此话一出，蝴蝶忍当即打断，从那种地方开始讲，是在故意找我麻烦吗？见状，我小声询问头顶的宋鸦，他们这么悠闲，难道12鬼月已经被消灭了吗？宋鸦则大声叫喊，下弦之舞已被义勇消灭。闻言，我刚要转身，另一只宋鸦就飞来传令，抓住炭治郎与祢豆子带回本部。炭治郎穿方格花纹外挂，祢豆子咬着竹子的鬼之少女。正当我满心疑惑之际，却发现富冈义勇和蝴蝶忍都在盯着我。完了，看到他们这么社死的样子，会被记恨吧？特别是忍姐姐。还不等我多想，蝴蝶忍就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杨，你刚刚什么都没看到吧？要是你有想忘记的事，我可以帮你配药。骗人的话，会变得像富冈先生一样哦。我这才发现义勇已经躺在地上口吐白沫。这时引队员也匆匆赶到，义勇大人这是怎么了？蝴蝶忍则微笑着解释，义勇先生跑太快中暑了，把他送回蝶屋吧。对此我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最毒妇人心啊！那天蜘蛛山的事了结后，受伤的剑士被送往蝶屋治疗，炭治郎和祢豆子则是被带往了鬼杀队总部的宅邸，我也跟着前往总部。路上我从蝴蝶忍口中得知，原来祢豆子就是义勇提过的炭治郎变成鬼的妹妹。我在心里暗暗决定，如果祢豆子不吃人，我就全力保下他们；要是他吃过人，那我就只能保炭治郎。不过产无夫传令带回他们，而不是直接处死，想必事情应该不会太糟糕。很快我们就回到了总部庭院，所有助也再次集结。蝴蝶忍向大家说明了大致情况后，引队员放下了背上的炭治郎，我则上前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杨，你怎么会在这里？祢豆子呢？闻言我对着他小声提醒了一番，你的伤势很重，现在少说话吧，一会儿需要你说的话很多。炭治郎懵了一下，他没想到我已经成为了主。这时蝴蝶忍看向了炭治郎，在审判开始前，请说明你犯下的罪。此话一出，其他助纷纷表示没有审判的必要，要将他跟鬼一同斩首。见状，我连忙站起身向其他助鞠躬。炭治郎是我最终选拔时的朋友，他能毫不犹豫地斩下恶鬼，还救下了不少人，我相信他有他的原因，请给他一个机会。对此信受郎点了点头，既然小杨这么说，就让这个少年解释一下吧。炭治郎则忍着痛苦站起身，2年前我家里遭到了鬼的袭击，其他家人都死了，妹妹也变成了鬼，我是为了治好祢豆子才当剑士的，我可以保证，在他成为鬼的2年多，他从来没有吃过人。闻言我在心里松了口气，我相信炭治郎不会说谎，可这番话却并不能说服其他助。对此炭治郎再次补充，我妹妹可以和我一起战斗，她可以作为鬼杀队保护人类战斗。就在这时，不死川石弥将一个木质箱子扔在了地上。你说什么？鬼可以作为鬼杀队保护人类战斗？这话听起来真的通顺吗？说着他就拿出了日轮刀。就在他捅向木箱的瞬间，我直接闪身夺过了箱子。千叶阳，你什么意思？你要和这个蠢货一起包庇鬼吗？我则将箱子递给了引队员，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等主公论断，还不等他再次出手。产巫夫要灾就被2个孩子扶着走了出来，抱歉，短时间内再次召集大家，炭治郎和祢豆子是我承认的，希望大家也能认可他们。我知道这并不能说服你们，这是原著玲珑佐近次大人寄来的信，他表示如果祢豆子袭击他人，他将切腹谢罪，大家可以传阅一下。对此不死川石弥却仍然不信，切腹又能说明什么？想死的话就尽管去死啊，要是他以后杀人吃人，就无可挽回了。雨水天元和岩柱也纷纷跟着附和。见状，我看出了问题的所在，我们现在只需证明祢豆子还有没有人类的理智，以后会不会吃人，或许我们可以把他放出来，看他能不能忍住不袭击我们。正好大家都在，不如就这样检验一下吧。